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加拿大争议已久的 Trans Mountain 扩建项目已开始投入商业运营，耗时10年。完工后的输油管线可将原油从油砂向加拿大太平洋海岸运输，运力达到89万桶每日。让我们关注加拿大央行遵循美联储宣布的利率削减计划，加元对美元上涨 0.5%， 美国石油价格下降 3.6%。加拿大制造业活动4月份放缓。让我们关注美股表现分化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不太会加息后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下跌超过 0.3%， 而道琼斯指数上涨 0.2%。 芯片制造商 AMD 和服务器制造商 Super Micro Computer Inc. 财报表现不佳，拖累科技股表现。 NVIDIA 下跌约 4%，CVS 和星巴克股价大幅下跌，因其2024年利润预期下调和收益不佳。接下来这条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强调央行独立性，不受选举影响，将继续维持利率不变，以应对持续的通胀。让我们关注辉瑞第一季度业绩超预期，股价大涨 7%， 但投资者已冷静下来，因其 COVID 产品收入下降且缺乏潜在重磅炸弹药物，股价在过去1年中下跌 30%。 接下来这条，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上涨 3%， 引发市场猜测日本政府继本周首次后再次干预汇市以支撑日元汇率。接下来 ETSE 第一季度销售额和利润低于预期，受在线市场对手工制品和个性化礼品需求下降的影响，尽管 ETSE 加大促销和广告投入，但仍难以吸引注重价格的客户。低成本电商平台 Temu 的竞争加剧，通胀压力也抑制了消费者对非必需品的支出。接下来，高通公司发布了乐观销售和利润预期，表明智能手机需求经过2年低迷后正在回升。展望显示智能手机市场开始复苏，该公司预计需求将在2024年逐步回升。让我们关注苹果即将发布第2季度财报，尽管有服务收入预计增长等利好，但市场预计 iPhone 销量将大幅下降，原因是中国市场疲软，华为等竞争对手的复苏。让我们关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将批准埃克森美孚公司以600亿美元收购先锋自然资源公司。此前，该公司同意先锋联合创始人兼前首席执行官不会加入董事会。接下来这条，星巴克业绩不佳，第2季度财报显示收入、收益和同店销售额均未达预期，全球客流量下降。公司计划通过价值优惠、菜单创新和加快服务来重新吸引顾客，但华尔街专家对此持怀疑态度，认为这些措施不足以扭转颓势。接下来，美国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法官裁决，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·贾西的媒体言论违反了联邦劳工法，威胁员工称如果成立工会，他们的权利将会被削弱，并且很难快速完成工作。请看下面这条，对冲基金巨头丹尼尔·勒布认为 AI 股票具有变革潜力，他特别看好微软、亚马逊和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， 这些公司拥有雄厚的财务实力和知识积累，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处于有利地位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和欧洲为遏制中国在绿色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所做的努力，可能会阻碍全球应对气候变暖的进程。接下来 TikTok 考虑出售其美国业务，但不包括其推荐算法。创作者担心这种可能性，因为算法使他们更容易获得观看和找到受众。尽管 TikTok 表示将与任何出售计划做斗争，创作者仍感到不安，因为如果没有算法， TikTok 会变得无用。下一条，今年春季大学生申请季，联邦教育官员正在鼓励更多家庭申请联邦经济援助。今年的联邦学生资助申请 FAFSA 遇到各种问题，因而受到阻碍。教育部本周表示已解决数百万张表格的问题，并鼓励更多家庭填写该表格。下一条，韩国4月制造业活动再度萎缩，但制造商信心攀升至近2年最高，因产出和订单实现小幅增长。最后一条，日元对美元反弹后回落，交易员和分析师迅速将其归因于日本当局干预，美元上涨 0.9% 至 155.98 日元。
抹去了周三晚间从157.55日元至153日元的约一半涨幅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